载君，其实8年前我在美国就突然发病了，所以我才消失的。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对不起。对不起。载君，郑磊，妙妙其实是我姐姐的女儿。当年她在台湾已经病危，所以把她的女儿托付给我照顾，也就是我当时抱回来的女婴。我本想陪伴妙妙长大，可是当我到了美国没多久，就在学校晕倒了。医院诊断出是癌症，也就是我消失8年的原因。8年来，我一直挂念着妙妙还有你们，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们这个事实，所以就这样不负责任地消失了。从始至终都是我亏欠你们，我不负责任的离开，又莽撞的回来，是我搅乱了你们的人生。我本以为我再回来，能够承担起全部，也能补偿你们和妙妙的人生，但没想到，现在却是这样的结果。
郑磊，怎么了？小王和家俊在里面等你。好，知道了。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想要给妙妙过她9岁的生日，所以过来找你一起商量一下会怎么庆祝啊。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给妹妹过生日嘛，所以我想好好的想一个好的对策。好啊，我们好好商量商量，给妙妙一个最难忘的生日。他到底怎么了？一个人干嘛呢？喝杯水。不喝。你这是怎么了啊？这不是同事说要约你吃饭吗？怎么还不去啊？不吃了，没心情。哎呦，谁又惹我们大小姐了啊？哎呦，姐，你知道吗？郑磊最近心情特别不好，我从来都没见他这样过。你说这个男人他心情好不好，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姐，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做人不能这么冷漠。我上次生病的时候，郑磊可是二话不说就照顾我跟毛豆啊。童丹，我是你姐，我自然担心的是你。你不要清醒了2天又一头栽进去，都懒得说你了。那你就别说了。不说就不说。听说吃甜食能让人心情变好，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开心，但是我希望你吃了甜的，心情会变得好一点。你看啊，像我这样，一大勺。心情好些了？那就好。哎，上次你不是说想看《窈窕淑女》吗？妙妙，回来啦！对啊，书包给我。我妈回来了。妙妙回来了，快去洗手换衣服吧，一会儿吃饭了。哦，快去吧啊！老爸回来了。走，赶紧洗个手，可以吃饭了。好。
妙，你出来一下。哦。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妹妹喜欢吗？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妹妹生日快乐。来，先许愿。先许愿。好，来吹蜡烛。3、2、1。好喽！切蛋糕了，要切蛋糕喽！哦，等等，先拍照。好。预备，再来一个。好好吃啊！好吃吧？好漂亮。苗苗，这是爹地送你的生日礼物，打开看看。哇，谢谢爹地。哇，好漂亮的水晶球，好漂亮哦！喜欢吗？爹地希望你以后看这个水晶球呢，就想到你和妈妈、和老爸、和爹地在一起的幸福日子，好吗？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么幸福，永远幸福下去。生日快乐，苗苗！好了，爹地也说完了，到老爸了。来，苗苗。这个呢，别看它那么单薄啊，其实这里面是老爸给你的100个愿望。100个愿望。你只要打开它，你什么时候想实现，老爸都会帮你实现你的愿望。现在就打开一个。好啊。等一下。看看是什么？买一只小兔子来养，不过你要照顾它。好吧，那我们一会就去买，明天早上去买。开心吗？谢谢老爸。还有妈妈送给妙妙的生日礼物。哇，这个呢是当年我和2个老爸在垦丁、在台湾的时候坐火车拿到的火车票，叫永保安康。这个火车票一直放在身上的话，会一直健健康康的长大。我希望这个火车票可以保佑我们家妙妙永远都快乐，永远都平安。好吗？谢谢妈妈。
妙妙，你不是说过你希望你的生日愿望是我们一家人可以一起露营看星星吗？所以妈妈准备了这些，希望妙妙可以喜欢。妙妙喜欢吗？谢谢妈妈帮我实现愿望。妈妈，妙妙，怎么啦？我有个秘密想跟你说。秘密啊？什么秘密啊？这个秘密连老爸跟 Daddy 都不知道哦。那这个秘密，我可好奇了，什么秘密啊？跟我来。这是什么？这些啊，都是我亲手做的哦。每一年生日的晚上，我都会偷偷躲在房间里做卡片，希望有一天可以给妈妈。今年终于可以给妈妈了，我好开心。而且以后啊，就不用偷偷做卡片了，什么事都可以直接跟妈妈说。这是妙妙画的妈妈呀。这是我5岁画的第一个妈妈。第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好像胖胖的。对啊，我想象中的妈妈。那为什么是胖胖的呢？那时候我在读幼稚园，坐我隔壁的胖虎真的很胖，我连椅子都要分给他，桌子也要分给他。可是他的妈妈人很好哦，每次来接胖虎的时候啊，都会摸摸我的头，说我是好宝宝。胖虎妈妈也很胖，我就想我的妈妈应该也是胖胖的，摸我也很舒服吧。那好可惜，我的手好像瘦瘦的。可是妈妈的手也很舒服啊。真的吗？这是我6岁时候画的妈妈。为什么6岁时候画的妈妈是卷卷头？是那个时候啊，垦丁大街有一个卖珍珠奶茶的王妈妈，她的头发卷卷的，好像一颗颗的珍珠。我很喜欢喝她的珍珠奶茶，每次老爸带我去买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很多的珍珠，而且他很喜欢笑，所以我看到他就很开心。我也希望妈妈是这样。那他这个手上拿的是珍珠奶茶吗？很好喝哦。那如果妈妈现在变成这种卷卷头，你觉得怎么样？不要啦，你还是这样比较好。好。这是我7岁时候画的。妙妙7岁时候的妈妈是很会打扫卫生的吗？这是美秀姨，她那个时候我生病的时候都会煮东西给我吃，然后照顾我。我就想，妈妈应该也是像这样吧。妙妙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小姑娘，身边充满了爱你的人。所以妙妙，以后你也要做一个这样温暖的人，对身边的人要充满关爱，要对所有人都很友善，知道了吗？知道。这是我8岁画的妈妈。这个妈妈在骑自行车。我每天骑自行车上学跟放学，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可以跟妈妈一起骑车，那该有多好啊！妈妈，你知道吗？垦丁的天空多么蓝，多么漂亮。我知道啊，妈
妈看到了，肯定那天空特别美，而且每天都不一样哦。是吗？有时候是一望无际的天空，有时候是一点点的云，有时候是一大团的云。而且如果下过雨会有彩虹哦，垦丁的彩虹很大很清楚，而且蓝色的天空也有不同的深浅，跟海一样。所以妈妈假如每天都跟我一起骑车，就可以看到这些不一样的风景了。妙妙，你是不是很喜欢跟我分享这些事情，跟我一起经历过很多有趣的事情？那你老爸和爹地他们知道吗？不知道，因为我都不敢跟他们说我想妈妈，我怕他们会难过。没关系，以后呢，妈妈随时都在，你有什么秘密你都告诉妈妈好吗？妈妈特别开心，你可以告诉我你这么多的秘密。你们真乖。不过这个妈妈是不是有点不好看？最近身体感觉怎么样？还好，就是偶尔会有一些虚，其他一切都正常。你老实说，多久没去见杨医生了？小萌啊，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不操心啊？确实啊，现在想一想，这一路确实麻烦了你不少。本来想凭着自己的一点力量做一点事情，我好不容易考进奥斯顿，却一个项目都没有做成就离开了。你不会怪我吧？怪得过来吗？我面对你这样的女神经啊，早就习惯喽。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第一天，你差点迷路了，你连门都找不到，最后还是我救你的，我带你去报道的。哎，你记得吗？我的室友看见你，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偶像一样，都快疯了。发现没有啊？你的室友的品味呢，比你好多了。你怎么还这么平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已经进奥斯顿了，可忙了。不过只要一有时间你就来看我。我做的第一个建筑模型，还是你带我去买的材料。好意思说呢？让你做个什么呀？做个教堂，你非要做一个鸟笼子？你没听到那些建筑材料他们都在哭吗？现在想一想啊，你人生当中我好像唯一没有跟上的就是你去台湾做交换生那一年。不过我们认识，都已经超过我人生的一半了。好久，真的是好久，怎么会那么久呢？想想这么久了，我好像连你的手都没有拉过一次了，好亏哦。等一下，记得吗？
外星人，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相信我。你确定是今天晚上了？当然，那你下午有好好睡午觉补充体力吗？放心，我睡了一整个下午，就等今晚。我真的想不明白，竟然有人的愿望是这个。对一个忙碌的工作者，还有职业妇女来说，这个愿望也是很奢侈的。是的，妇女，知道了。我睡着了。我说好的一口气要看完的，没想到又睡着了。是啊，是谁说要看的啊？不过没关系啦，下次再看一遍啊。那个结局怎么样了？那个女孩她没事吧？他们有没有在一起啊？在一起啊，电视剧不都是这样吗 ？Happy ending 啊。好了，那你今天在家里好好休息，我一会去上班去了。好，拜拜。载俊，你骗人，女主角根本就没有好，所有让人难忘的故事，女主角都得了癌症，最后都死了。妙妙，妈妈，你怎么在这里呀？因为妈妈在等你回来呀。我今天坐校车啊。
那可不可以陪我坐一会儿？好啊，来吧。妈，你怎么了？没事啊，我就是出来透透气。小心着凉哦，妈妈。谢谢妙妙，好乖呀。妙妙，今天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啊？有啊，吴飞他今天带了小提琴来班上拉给大家听，拉得很好哦，所以我们都很惊讶。原来他不适合二胡，适合小提琴。所以呢，很多事情只要自己经历了就知道了。还有，小优他的鱼今天死掉了。那妙妙，你知道死亡是什么吗？不会动了，消失了，大概是这样吧。正确的来说，死亡指的是一个人身体的运作全都停止了，他没有办法吃东西或者喝东西，没有任何的感觉，他不会快乐，也不会悲伤，感受不到任何的痛苦，再也不会醒过来，一切都静止了。什么都不会发生吗？什么都不会发生。小优很难过，还帮他的鱼举行葬礼，埋在他家的院子里。妈妈知道，面对分离的时候，一定会很难过的。可是我们每一个生命都会面临死亡，这个呢，就是大自然里面自然的节奏。妈妈，你也会吗？是呀，妈妈也会有离开的那一天。可是我不想让你走，我怕。总有一天，悲伤都会过去的，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就算妈妈有一天真的不在了，老爸和爹地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只要你想着妈妈，妈妈就好像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妙妙，妈妈的爱永远都会拥有的。我也爱妈妈。妙妙和妈妈之间的爱是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今天我找妙妙聊了很多，心里感觉舒服多了。8年前我已经逃了一次，现在我不能逃了，不然连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如果要问我人生中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年没有遵守诺言回来。你呢？你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啊？有啊。是什么？我后悔当年去美国没有再往前走几步。我应该再往前走几步，想尽所有办法把你找到，然后把你带回来。那这样，我们就多了2900多个日子了。
怎么了？这个屋子充满了那么多的回忆，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屋子的画面。那个时候屋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我一样一样的把家具搬进去，茶柜、电视机、沙发，还有窗帘。最后点上了灯，房子就有了生命。后来妙妙来了，也来了，这真的成为了一个家。我好喜欢那个家啊，有点舍不得。妹妹有成笔记吗？是啊，你对妹妹有笔记，我也要有啊，这样才公平嘛。我打算拿这本笔记本继续写，我想用一个女人的立场跟妙妙谈一些女人该懂的事情，这样妙妙将来才不会吃亏啊。就像我姐啊，她太傻了。一个女人如果在爱情里面失去自我的话，她是不会快乐的。现在妙妙已经认了亲外公，我在想，要不要告诉妙妙她亲生妈妈的事情。我尊重你的想法。我本来想的，
等妙妙再长大一点再告诉她。可是现在这个状况，我怕我没有机会了。我特别希望带着妙妙去见见姐姐。我觉得我姐应该很想她，很想见妙妙。那小萌啊，你跟妙妙好不容易感情才变得那么好，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现在跟她说你并不是她妈妈，我真的不知道她有什么反应。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跟她说？你说的也对，那我再想想吧。我在想，要不要告诉妙妙她亲生妈妈的事情。我本来想的，等妙妙再长大一点再告诉她。可是现在这个状况，我怕我没有机会了。我特别希望带着妙妙去见见姐姐。妙妙，哇，老爸妈妈请坐。哇，这是妙妙做的早餐啊。妙妙为什么要给我们做早餐吃啊？因为我要谢谢老爸在垦丁每天都这么早起床做早餐给我，还有谢谢妈妈在上海也是每天都这么早做早餐给我，所以我想做早餐给你们吃啊。妙妙真乖，辛苦你了。谢谢妙妙。开动吧。好。老爸妈妈好吃吗？好吃。妙妙好厉害，还会煎鸡蛋。妙妙，哇，老爸妈妈请坐。哇，这是妙妙做的早餐啊。妙妙为什么要给我们做早餐吃啊？
因为我要谢谢老爸在垦丁每天都这么早起床做早餐给我，还有谢谢妈妈在上海也是每天都这么早做早餐给我，所以我想做早餐给你们吃啊。妙妙真乖，辛苦你了。谢谢妙妙。开动吧。好。老爸，老妈好吃吗？好吃。妙妙好厉害，还会煎鸡蛋。从此呢，王子和公主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所以王子跟公主在一起就可以幸福快乐吗？只要真心相爱的话就可以。那只要有爱就会幸福快乐吗？其实，想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并没有那么容易。两个人一开始相处的时候，想着都是美好的东西，可是后来才会发现，他们会有不熟悉，会有摩擦，也许也不够了解对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只想着给对方自己想要给的，却忘记了对方真正需要什么。所以光靠爱是不可以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去爱，如何去做，才会幸福快乐。就像我和妈妈刚相认的时候。对啊，一开始妈妈因为太爱你了，就一股劲儿的给你所有的最好的，我想着这样妙妙就会快乐。可是没想到，反而妈妈这么做，妙妙根本就不会懂我的爱，对吧？你还记得吗？刚开始的时候，妈妈花了好大的力气，花了好长的时间，才让你接受我这个妈妈，对吧？真的很长的时间。所以啊，爱是需要学习的，没有人天生下来就知道怎么去爱，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和成长。这是什么啊？这个呢，是当初妈妈在垦丁要带着妙妙回上海，你老爸特地给我的，这叫做《妙妙养成笔记》。所以这是老爸写的。这每一页都是你老爸写的，你一看就知道了，你老爸对你是多么的用心。你看，上面都是不是很符合啊？当初妈妈也是靠这个养成笔记才了解到妙妙喜欢什么，在乎什么。妙妙不喜欢香菜的味道，一点都不能加。你给她奇异果，她会过敏。她很爱踢被子，晚上也要起来给她盖被。当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冰淇淋可以让她满血复活。当她思考的时候，她喜欢皱眉，记得抚平她的眉心。不过你不用担心，永远要比她勇敢。千万要尊重他自由的意志，把他当是一个完整的人，相信他的能力，不要干涉他的创意。有时候你要向他学习，你可能会获得更多。有时候他不是你的孩子，更像你的镜子。好多事情
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老爸都注意到了。所以啊，妙妙，你也要像老爸爱你一样，好好的爱他，明白吗？不管以后你会不会跟老爸有冲突，你都不可以顶撞他。老爸伤心的时候，你要温柔的安慰他，把你的巧克力冰激凌分给他一起吃，好吗？嗯。哎，这个是什么？这是妈妈写给你的，要不要念念看？要健康，健康是根本，没有健康，后面所有的事情都是白搭。第二，任何事情都要适可而止，尤其是闹脾气。第三，拥有自己的想法，也要学会尊重别人。第四，除了你爸你妈，没有人天生该对你好，对于别人的善意要时时感激。第五，谈恋爱的时候不要痴心爱一个人，要爱对一个人。好男人的标准要用老爸爹地当标准。第六，你就是一个小太阳，要学会发光，温暖自己跟别人。要学会发光，温暖自己跟别人。妙妙，你现在还小，当你慢慢长大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有时候会让你失望。当你遇到挫折，对人生迷惘，妈妈希望你可以翻开这个笔记本，看看老爸和妈妈对你的爱。妈妈希望你一直幸福快乐。苗苗怎么了？妈，为什么你要对我那么好？傻瓜，你是我的妙妙哦，你是我最心疼的宝贝女儿，我当然要对你好了。其实我知道，你不是我妈妈。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妈妈，但是我很谢谢你愿意当我妈妈。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不懂事，对你乱发脾气，对不起。小傻瓜，妈妈很疼你，妈妈一点都不怪你。妈妈想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妈妈真的很爱很爱你。谢谢你当我妈妈。我才要谢谢你来做我的女儿，原来是我的女儿，我觉得好幸福。
妙妙，这就是妈妈，跟妈妈说说话吧。妈，我是妙妙，我来看你了。我在垦丁长大，老爸叫冲浪，他喜欢带我去游泳、打沙滩排球。我会爬树、骑自行车。每天放学，我都会去看太爷爷。太爷爷，快来快来，让太爷爷抱抱。有没有乖啊？有。哦，昨天老爸买了很多火龙果，我帮你带了2颗。他常常看电视看到睡着，他每次都会给我1颗软糖，包在糖果纸里面，我都舍不得吃。老爸开了一间民宿，里面有美秀姨和甜心姐姐。美秀姨、甜心姐姐，拿回来啦，吃。谢谢。又是老爸的粉丝哦。要记得想念美秀姨哦。谢谢美秀姨，乖。他们都对我很好。我养了一只猫咪，它叫肉包。哇，小猫咪好可爱呀！哇，妙妙是肉包的妈妈，我是肉包的干妈，好可爱呀！还有徐婉晶、华之、牛魔王这些好朋友。后来我来到上海，一开始很不习惯，可是老爸特地飞来陪我。我现在很喜欢这里的生活，也交到了好朋友。妈，我好朋友的名字叫做毛豆，他的国文很不好，造句常常被老师骂。假如你心情不好，我可以念他的造句给你听，你一定马上就笑出来了。妈，我好想你。
这4张卡片都是要给你的，这都是我在画你哦。睁开眼睛，只要能够看到隔天的阳光，只要能够呼吸，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一天。从最后的期限，我的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每一天也都是全新的一天。我们对爱浪漫了久。
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你分分秒秒，心中有彼此。
只会妨碍他。你就是挣了一个幸福。那我就不明白了，我怎么就是他的幸福了？虽然你年龄比我大吧，但是你不能为我的幸福下结论。他也懂你，你也懂他啊。那你们也相处得挺好的，你怎么就不能试试在一起呢？那这么一来，我也懂你，你也懂我，我们俩处的也挺好的。你怎么不试试跟我在一起啊？看吧，爱这个东西，感情这个东西，要不要在一起，是不能被。妙妙，你知道吗？我其实是一个特别胆小的妈妈。妈妈也很胆小。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护士阿姨啊，把你包裹得像个礼物，你只露出了红扑扑的脸蛋，说的可香了。当时护士阿姨把你抱给我，妈妈可紧张了，一不小心差点把你摔着。那我掉下来吗？当然没有啦，我哪舍得啊。不过因为当时的那个气氛太乱了，把妙妙给吵醒了。我当时以为妙妙会像其他宝宝一样放声大哭呢，可是你可勇敢了，你竟然都没有害怕。我当时就想，妙妙这么勇敢，我身为妈妈不是应该更勇敢吗？妈妈现在什么都不怕吗？为了妙妙，我后来变得面对任何事情都变得特别勇敢。可是，勇敢不代表做什么都是对的，当然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可是，在故事里，不是勇敢的人才能当主角吗？是啊，勇敢当然是好事，但只有勇敢和有勇气是不够的。为什么啊？妈妈都没有跟你说过，妙妙很小的时候，妈妈生了一场大病。当时觉得自己不能好好照顾妙妙了，又担心自己生病的样子会吓坏妙妙，就把你交给了最爱你的老爸和爹地，自己去治疗啊，看医生。我以为这是最好的安排，却没有想到妙妙的感受。其实妙妙非常的希望妈妈陪在身边，对吧？当时我知道超人阿姨就是妈妈的时候，就很想问说，为什么那么晚才出现？是不是妙妙不乖？当然不是，妙妙可乖了。当时是因为我太爱妙妙了，才会做这个决定。有老爸、baby 还有妈妈，我是最幸福的小孩。老爸，妹妹怎么了？妈妈是不是生病了？是啊，妈妈是生病了。那严重吗？妹妹，是妈妈是生病了，
但你看他还是很努力的去面对，他还是跟以前一样，每天的为什么面对我们，是吧？那妈妈会离开我们吗？老爸，你不要难过啦，我不问了。妹妹，其实老爸这几天一直在想，怎么跟你说妈妈生病的事。是的，妈妈病得挺严重的，但有可能很快又变得很虚弱。那可以带妈妈去看医生啊。不是所有的病医生都会治好的。所以妈妈的病是治不好的。虽然妈妈病得很严重，她的这个病不好治，但是你看妈妈每天还是很努力的去面对，她很需要我们为她鼓励，给她打气，对吧？所以从现在开始呢，等妈妈休息的时候，我们这边不要去吵她，等她养好身体，等她有足够的体力去战胜病魔，好吗？嗯。医生啊，小萌的病情现在怎么样啊？他最近老是发烧。病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发烧只是其中之一，所以病人要拿出十足的毅力才能挺过去。当然，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小萌，我相信你可以的。这些我8年前就知道了，只是再复习一次。你还真能开玩笑，不过有你这样轻松乐观的态度是对的。谢谢医生。小萌现在情况怎么样？时好时坏啊。小萌的求生意志很旺盛。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说检查报告不是太乐观，但至少他的心情是乐观的。帮我好好照顾他。你放心，都按照你吩咐的，用的是最好的药物，安排最好的病房。我相信他只要按我的疗程一步一步的来，应该还是有希望的。你为他做这么多，他知道吗？别告诉他，别给他增加负担。你这个黄金单身汉看上去不可一世、风流倜傥，实际上这么多年心里面就只记挂一个人。可惜这个人一分一秒也不属于我。也许不属于你的，才可能真的会一生一世。我先忙了
给你买了点零食。进来吧，你随便坐。啊，你在干嘛呢？整理照片啊。这些都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哇，小萌姐以前是长头发呀，好漂亮啊！你们班男生以前是不是都暗恋她呀？这简直就是女神嘛！如果还能回到过去，回到那个时候，该多好啊！你今天怎么突然有兴趣看这些老照片啊？因为小萌想看啊，她害怕有一些照片只有我有，她没有，她从来都没有看过。她想把过去的照片全部都看看。那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啊？不管怎么样，他现在想做什么，我们都帮他去实现吧。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去台湾当交换生的事儿啊？最开始是小萌想去的，我就陪她去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小萌的时候，确实能看出来，你们三个人的感情特别好。我们自称3剑客，说好了这辈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也明白，在俊
对小萌的感情，但是3个人就这么一路走过来了，谁也不想打破它。我曾经问过我自己，到底什么是爱？我总结出的答案是，其实每一个人的爱都是不一样的。对于我郑磊来说，我的爱就是一种陪伴，一种呵护。我非常非常享受这种很温暖的感觉。我觉得爱不一定就是要得到对方啊，可以远远地看着，远远地呵护着。我很快乐。郑磊，感觉这个。大家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吧。小萌姐，快尝尝我熬的汤。谢谢童丹。怎么样，好不好喝？好喝，特别好喝。小萌姐，其实我很想谢谢你。我跟郑磊聊天，聊到很多你们上学时候的事，他还跟我说了他很多的心里话。那这么说一来，你们俩的关系跨了一大步嘛。一个男人呢，愿意跟你谈他的心事，就说明是他全然相信你的时候。其实啊，我还和他只是停留在良好互动的邻居关系上。只是一直以来，我都知道他喜欢你，在乎你。虽然你一直都跟他说清楚、讲明白了，但是啊，他的心里就一直都有你。我呢，就好像在跟一个假想的情敌在打仗，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他却武功高强，经常能把我弄出内伤。不过现在啊，我终于能松口气了，因为郑磊终于把他的心给腾出来了。其实这一路以来，我也觉得自己亏欠了他很多。不过今天听你这么说，我也终于放心了。绕了这么久，我终于能感觉到，我跟他的关系似乎有了重新开始的希望。是吗？那我真为你们俩高兴。其实真的一份感情，它不怕时间磨多久，你还年轻，有大把的时间。我想前面这一大段过程，我怎么看我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这样会让你们两个彼此更了解对方，更熟悉对方。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了，你们才可以相处得更好。小萌姐，真的要谢谢你，要不是你一直鼓励我啊，我可能也等不到这一天。你就别谢我了，是你的，终究是你的。如果你真的想要放下，老天也会让你提起来的。不过，以后你要好好的对待我们家郑小磊，不许欺负他。知道啦，快喝汤吧，凉了就不好喝了。
你怎么停到这里啊？你还记不记得这里？哦，是不是那个晚上，我的车子在这里抛锚？是这里吗？嗯。我们怎么到这里来了？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你跟我说了什么？你说你也懂我，我也懂你，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试试在一起？他也懂你，你也懂他啊，那你们也相处得挺好的，你怎么就不能试试在一起呢？那这么一来，我也懂你，你也懂我，我们俩处的也挺好的，你怎么不试试跟我在一起啊？看吧，爱这个东西，感情这个东西，要不要在一起，是不能被说服的。小萌啊，我想谢谢你把妹妹交给我，让我开始学习怎么当一个爸爸，让我开始知道生命中有一些爱是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去衡量的。你一直觉得是我给妹妹一个家，但其实是妙妙给了我一个家。我想谢谢你，让我做一个更好的人。这8年来，我什么都不敢做。今天我带你回来这里，是因为我想告诉你，我不想再有任何遗憾了。
一个是听觉的感动，一个是视觉的冲击。我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同样都有理性的美，他们讲求张力、比例、素材，但同时呢，也要呈现感性的美。如果说音乐是音乐家给世界写的声音，那么建筑是建筑师给大地写的情书。我想要做那个写情书的人。当然记得。我觉得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而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它们两者，一个是听觉感官的感动，另外一个就是在视觉感官上的震撼。如果说音乐是音乐家送给世界的声音，那么建筑就是建筑师给大地写的情书。我相信在每个人的眼里都会有自己家的样子，而在我心目中最温暖最理想的家，它并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是你。这是我写过最温暖的情书，来献给
教授，唐然来了。不好意思啊，有个会，等很久了吧？今天不是假日，我又来的突然。喝点什么？先生，您需要喝点什么吗？给我一杯拿铁，谢谢。好的。您怎么突然过来了？来看小萌？来看看你啊。看我打个电话我就去杭州了，还麻烦您跑一趟。是我要来见你，当然是我来了。您最近身体怎么样？我很好，就是小萌，她不太好。啊。我都知道了，怕我伤心，你们都瞒着我。教授，您是小萌最亲的人，小萌也知道，如果您知道她身体的状况的话，肯定会非常担心，所以就不让我们告诉你。她也是好心，您就别怪她了。但是您放心，小萌的病情其实还好，比起8年前没那么严重。你想那时候我们都熬过来了，这次没问题的，肯定没问题。当然，我今天来就是要谢谢你。你谢我什么呀？8年前在美国，小萌发病了，当时她人生地不熟，我又鞭长莫及。多亏了你，在他身边，忙里忙外，前后打点。这次他又复发，又是你帮着联系病床，联络他在美国的医生，又请杨医生特别关照小萌。教授，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对小萌太好了。你这么说有点见外了。你看，在我上学的时候，您那么照顾我，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其实，在我心里啊，一直把您当父亲一样。我跟小萌青梅竹马10几年了，那可以说我也算是看着她长大的吧。在我心里，小萌，她就像我的妹妹一样。那您说我不照顾她，谁照顾她呢？陶然，你的心思我明白，可能是小萌没这个福气吧。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您跟我们说过，举过一个例子，一栋成功的建筑，应该是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完美无缺的，都是能够振奋人心的，这才是完美的建筑。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应该是这样的？无论彼此是什么身份、什么关系。都不会影响到相互关心、相互爱护。我觉得我跟小萌就是这样的感情，所以您不用谢我，真的不用。当然，有你这样的学生，我很骄傲。你对小萌的病情有什么看法？也许是因为你们给他的爱让他太快乐了，只有心情快乐才会对病情有帮助啊。所以你
对小东的病情还是挺乐观的，是吧？是，我是挺乐观，但是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我们只能尽力控制，但究竟能控制到哪一步，并没有100%的答案。但是，人活在希望当中，总比绝望当中强，不是吗？这一场。老人家，您听到的消息啊是真的，我们是免费帮张奶奶返修改建的。哦，我家也有问题呀，你们能不能也帮帮我呀？我们这个是一个公益团队，如果确实是经济上无法承担，又确实存在问题的话，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的。哎呀，我家也很困难，我老伴过世啊，就我一个人，靠养老金度日。我家水管也裂了一次，没钱换呐，我就找人呐。帮我修过，但是没修好，以后就一直滴滴答答，墙都淋湿了。这样吧，老人家，您别着急，您留一下这个您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到时候啊，我派专员上门调查，好吧？好好，谢谢啊，不要紧，不要紧，谢谢。这是我调查过的几户人家，确实是需要帮助，您看一下。工人们的保险都买了吗？放心吧，买保险就是保平安，工人的安全必须要重视。好，那我先过去了，忙吧。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对啊，真的是好久不见。你还好吗？我很好。半年前你离开奥斯顿去旅行，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唉，其实我早就回来了，只是没有通知任何人。这一次出去了，我才发现，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我就回来成立了这个公益社团，帮需要帮助的人改房子，也算是发挥特长了。正好，那孙妮姐，让我加入你的社团吗？我也想出一份力。真的吗？真的啊。那我们是求之不得。我们特别需要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那不需要考核啊？别人需要，你不需要。谢谢你。是我要谢谢你。你还记得吗？你一直带着它。这个日记本。半年以来，每天我都在记录，我都会把那些特别温暖人心的小事写上去，所以它是我一份非常珍贵的回忆。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美好珍贵的回忆，一定会有的，一起加油。谢谢爹地帮我们准备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来吧，谢谢爹地。对了，小萌要去参加癌症希望基金会的演讲，要不要先帮他听？好吧。大家好，我是宁小萌。
我母亲为我取名的时候，希望我像柠檬树一样，拥有强韧的生命力。小时候的我，并不知道生命力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的成长和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念书的时候，我不常被老师点名。可是长大之后，我常常被老天爷点名。所以我经历了2次癌症发病的过程。第1次发病是我22岁，我人在美国。那个年纪的我，青春狂妄。我一直以为我有大好的前程，有花不完的时间。生病了，我才发现，我不能把生命视为理所当然。每一天能够睁开眼睛，都是值得感恩的一天。8岁那年，我失去了母亲，所以我的整个童年都是不快乐的。于是，当我知道自己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我擅自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我放弃了未满周岁的女儿。我以为她不曾拥有，就不会失去，不会像我一样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像我一样痛苦的成长。可是我这个选择，让我变成了一个自私的母亲，也连累了我最好的2个朋友。老天爷对我是宽容的。8年之后，我有机会弥补我的过错。我和我的宝贝女儿团圆了，享受了亲情的温暖。可是却在这最美好的时光里，我又发病了。可最奇妙的是，第2次发病我并没有那么害怕。我开始学习好好的告别，安慰爱我的人，鼓励我爱的人。我终于体会到，人生是一场爱的学习，爱是我们活过的证明。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消失，只有温暖的爱才会留下来。现在我也终于明白了妈妈对我的期许。生命力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生命力是爱的力量。未来不管哪一天，我在天上遇到妈妈，我终于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她，我是一棵柠檬树，生生不息，勇敢向上。谢谢大家。
叫左妙妙，最爱我的人是老爸，最疼我的人是我妈妈。今年暑假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回到垦丁，看见垦丁的海洋，还有我喜欢的朋友。常常有同学问我，上海跟垦丁哪里才是我的家？我问妈妈，妈妈说我出生在大地上，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家。这个答案有点难懂，我也去问老爸，老爸说，只要那个地方有我想念的人，就是我的家。这样我就懂了。所以我有2个家，一个在垦丁，一个在上海。无论住在哪一个家，我们都是幸福的一家人。欢迎来我家玩，我会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